间去京都方便米，就上这个吧。这篇视频是我们在京都的第一天的行程，大概45分钟的车程把我们到了。我们这辆车不知道为什么从快速变成了普通了。它应该是先快速后普通。哦。你干嘛选日文啊？看都看不懂。下了火车之后，我们先找了个机器给 IC 卡充值。这个 IC 卡在日本特别有用，便利店呀什么好多消费都可以用。真是很平。从京都站出来之后，右边拐，大概走个2分钟就是我们这次订的酒店了，方便。这家酒店我们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突然间打折，然后订下来才1000出头一晚上。进来还有一个造景呢，这不是跟那个上海普利酒店似的？没想到这个打折的酒店竟然里面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！我们大概中午到的，然后 check in 时间是下午3点，外面特别热，所以就在他酒店的咖啡厅里先舔了一下。看这个三明治不便宜，他卖2600yen，又不便宜啊，2000多不贵啊。但就是它的概念和公司三明治是一样，但是做的这个完成度完全不一样，很工整，完成度不一样。里面装了很微的一些酸酸的东西，好像那个麦当劳里面的酸黄瓜里面的酸黄瓜的味道，但是不是酸黄瓜，对，是比较有食欲。点了一杯什么？很少女哦。吃完之后差不多就可以 check in 了。由于这个是特价房，我特别怕他给我特别差的那种房间，当时还挺忐忑的。哇，已经进了，已经跟着了。但就没有景色吗？哎，真的哎，这个比那个大阪的要大。这还有个小浴缸呢。这个是洗手间，它干湿分离的吧？那么高级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还行啊。上面就是可以在这点用这个 iPad 控制室内的这些设施。住下来我们觉得这酒店还不错，主要是比较宽敞，赶上打折就更值了。放下行李之后，我们就打算出去逛一逛。我们当时是7月份去的，所以特别的热，最好就步行距离，能逛到啥就是啥，我们就不挑了。酒店出来走10分钟呢，有2个寺院，一个是东本院寺，一个是西本院寺。这个东本院寺开的比较晚，5点多还开门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去看一看。有没有观众朋友会读这个？后面有英文应该是吗？悲痛、痛苦、烦恼跟伊塔米奥都是人生的味道所以大家不要天天想着就享乐，要记得这个烦恼和痛苦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哇，这门什么最大的木质结构？这是木做的哇！我可能说的是那个里面那个。哇，它的这个其实挺大的。对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哇，这个我感觉怎么录像就没有体现出这个森林这里的壮观的感觉？这人很少，但是建筑很大。人少但是建筑大，这个真的是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的感觉，很强啊！什么我们是从这个门进的，阿弥陀堂门呢？我们在，还不是这个正门呢。我们竟然没有正门。我们现在这是阿弥陀堂，然后还有一个玉影堂。那个对哦，那个门好像其实是蛮大的。这阿弥陀，右边这个是玉影堂，这是主堂吧，应该是。这上来这里得这个先脱鞋。他们说这堂被烧了好几次，估计是木结构的，容易被烧了，就再建了好几次。
那家主店今天都没有开，所以看不见里面的佛。这下午还不是特别热啊，还有一点风，很宁静啊。我们就光着脚丫子，光着脚丫子，脚踏实地。没坐一会儿，这个寺庙就关门了。然后我们打算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往东走，去鸭川看一下。这个路上见到了一个，是不是最小的神社？小神社 Shrine， 给你们看看里面的样子。哇！这是鸭川，这贪吃鸭的小河吧。这贪吃鸭一定要拽着我来看这个鸭川。坐了一站地铁来到奇缘四条站，这边应该就是鸭川最热闹的地方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就直接在那个谷歌地图上找了一家，希望可以直接吃上。你看，在这么一个小巷子里面，我在那个地图上我都是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。很有氛围。我们从一个狭长小路走到一个狭长的通道，却被告知这家餐厅它是只能预定的，所以不过这条小路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其他吃的。生ビールそしてこの6000円コースは1つ、そしてお晩餐コースは1つ。沟通顺畅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各一个。OK。这家餐厅叫豆吧，随便进的，还有位置。点了一个是这个4500的，一个是6000的，都可以都尝一尝了。这是前菜。这是橄榄啊？是吗？看起来你试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前菜。这个我猜肯定是豆腐。看起来没吃出来。感觉是一种什么果子？某一种果子。甜。某一种果，看起来就放在豆腐泥里面拌了蔬菜吧。这几天都没怎么吃蔬菜。应该还加了什么芝麻酱？芝麻酱这是豆腐沙西米。豆腐沙西米。这有酱油跟瓦萨比。沙西米。啥味道？甜。跟我理解的那种就是豆腐块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糯糯的，你看，就加了那个芥末和酱油，是以为还在吃什么鱼呢？这个看着跟那个 cheese 是抹茶豆腐。对啊。这个是真的像 cheese 一样，里面上面撒了一点点这个调味。这个也很实哦。这像老豆腐。对，我对豆腐不太了解，没有什么吃豆腐的经验。真的像 cheese 一样。对，这个都挺好吃。这里上菜还挺快的。这又是分别属于2个套餐。对我，这是高级，这是低级。对我们这个像是年糕一样，真的像是年糕一样。这里面是纯芝士吗？还是有别的东西？就是芝士味，很浓芝士味。你得给观众朋友们看，这是蘑菇。太感动了。下一个是炸野菜。这几天吃的青菜。天妇罗豆腐，天妇罗豆腐。这顿都是青菜，so far还没有吃肉。这个东甲鱼挂的挺薄的一层，不过它搁在汤里就不会脆。炸一下。他这家餐厅可能也知道自己要价挺贵的，然后后面还有几个肉菜，有一个这个豆乳豚肉小火锅，这个还可以，然后就还有一些其他的豆腐的菜，反正就跟京都那种怀石料理似的，反正主角都是豆腐呗。然后还有2个，就是一个套餐是烧鱼，一个套餐是烧鸡，这俩菜都很一般。那烧鱼就不知道为啥是那种很咸的，好像是腌制过的，可能是本地人喜欢吃的口味吧。
这家餐厅怎么说呢？毕竟是随便进的，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比较低。豆腐宴这种形式倒是挺有趣的，京都这边还有挺多其他豆腐宴餐厅的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网上做做攻略。这家餐厅我就不推荐了。又是这首歌，这是昨天新街桥这个人吗？一模一样，跟着我们来了。太逗了！这个街头表演者，昨天我们在大阪就看到了，真是很有缘分啊！但我们也没给他钱。这时候的鸭川又是另外一幅景象了，天气不热了，在河边走走很舒服。穿过鸭川，我们一直往东走，就来到八坂神社。八坂神社也在岐原四条站附近，所以就想着一次都给逛了。我们大晚上来神社，八坂神社是很少的一个晚上也开的神社。感觉很多人呢，这里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晚上来啊。大家都做了功课啊。我们进来之后，就像是一个小公园的样子哦。哎，这先去洗个手，好吧？刚才那个洗手的地方不让拍照，但是我和汤七啊已经是洗完手，漱了口，就是已经净化了心灵。我们现在是心灵净化版的。这个金钱龟和贪吃鸭，这看不懂啊，什么平成昭和这些很复杂，我觉得其实很落后，就为什么要搞这些？哇，其实这里还挺好，这晚上又不是很热，挺凉快的，然后人也不算多，然后你看着灯饰真那么好看。那灯上写的东西是哪些？什么是人呢？可能是，这种问题就不想让观众朋友们费心。晚上来的景色真的很美，不过主店好像就不开了，而且那些抽签的活动也没有了。你看这夜晚这道路，两边的灯，很安静。今天早上就随便点吧点，但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就买了2个这种饭团当早饭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旅程从这洞里开始，这是200年前的一个古迹，是一个洞。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南禅寺一带，从地铁簇上站下车，然后一直往北走，走过哲学之路。哇！右边是流水，两边都是木，哇！然后这是林间小道，很舒服啊。这金地院啊，这应该是第一个。进去看看。哇，我们买票进来，一个人500块钱。对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治门，进了这个门就会明治，然后我发现拍照拍不出景深的这个立体感，你看这拍成一坨一样，然后观众朋友们也得想象一下，这是很有层次的一个感觉。你现在看有花的山水哈，哇，放大一点看看，这的确有河，那说明也一定有龟。哇，荷花开了，给观众朋友们看看这个开了的荷花，真好看。说青苔也是景观的一部分，360度都是绿，牛逼！这有绣球花哇，贪吃啊，一眼就看到这绣球花。哇，这是一个石头的鸟居。好，我们带着观众朋友们步行穿过这个石头做的鸟居。我感觉石头做的鸟居比木头做的鸟居更加庄严，更加有灵性，所以这特地就照着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过去，哇，感觉进入一个结界。好吧，接下来就是进来的那个枯山水啊，这枯山水我个人理解就是
地面上白色的就是水，然后石头就当成是山了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你就从庭院里面一看出去，看到山跟水。他可能在这里看不到水啦，也看不到山，所以就硬弄一个出来。对啊，观众朋友们有找到鹤或者龟吗？龟我知道这里有贪吃龟吗？金钱龟吗？露馅了吧？露馅，金钱龟也贪吃。后来我上网查，它这个龟岛上面是有一个柏树，这个柏树已经有400-500年的历史了，所以跟龟相似。然后鹤岛呢，是它的石头像是鹤的翅膀。そうですね。好吧，这天寿庵是一个重要的景点，但是可惜今天就不让拍。那我们透过这个地方看看里面的，哎呀，哇，是不是达官贵人走出来？好吧，这差不多到南禅寺了，这是叫三门，好吧？这三门贪吃鸭说在佛教里面是有意义的。哇，这南禅寺了应该是。怎么又是关门了呢？有烟了，应该着了。这个香灰抹的好平啊！对啊，强迫症患者看非常爽，很强。对，我们走过这个小桥流水，就可以进去参拜南禅院。刚才也不知道拜的是什么。哇，这个景深！这个桥啊，当当，好吧，这个令和5年到令和7年，参观终止。令和7年，为什么谷歌地图上不写？对呀，这个南禅院不开门了。南禅院我们徒劳无功了，但人生很多事情就是徒劳无功。我们现在来这个方丈寺看一看。好吧，这写愿望300块，我们这个两个就600。刚才写完小木板之后，这正对面还有一个枯山水。就感觉这里人比较喜欢枯山水哦，你看这像石头上面就有一些纹路，肉眼不太看出来，反而是这个拍摄里面会清楚很多。哇，这里就算开广角也不能把所有景色全部都囊括进来。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庭院。南禅寺出来之后一直向北走，就找到了哲学之路。这个哲学之路其实还蛮长的，虽然说有树荫，但是夏天这个时候走还是挺热的。我们这时候才发现时间安排的根本就不好，这一片地区可能是要1天时间才能完成。中午就在这附近吃个饭，然后下午再继续往前逛，一直可以走到北边的东山慈照寺。而由于我们中午预定了万龟楼的午饭，所以就得提前离开赶过去。好了，到这里差不多就是来京都第1个24小时的行程啦。最后还有第2天的行程，感兴趣的不要错过哦。